大家好，我是听见。这个视频我讲一下采矿和 SAP。这是一些声明。我这里的例子是关于铁矿石的。铁矿石开采的生产流程，从采矿场开始，爆破，然后把矿石装到卡车上，排盐呢就是把剥离的土和废石运输到废石场。铁矿石要运到选矿场，在选矿场呢，首先是破碎，把矿石破碎到合适的大小，再磨矿，磨成更细的颗粒，再磁选。这里的磁团去重选呢，只是一种工艺，用磁力把铁矿筛选出来，还有其他的选矿工艺，最后得到铁精矿粉。那不同铁矿的含铁量不一样，国内一般是平铁矿，矿石含铁量在20%到30%，那国外的矿含铁量会很高。经过选矿后铁精矿粉的这个含铁量在60%以上。然后呢，铁精矿粉要送去烧结厂和球团厂。因为矿粉是不能直接进炼铁的高炉烧的，要做成大小合适的块状后才行。就好像烧煤炉要用煤球，都是煤粉的话，整个炉子都要堵住了。那这里呢有两种工艺，烧结和球团。烧结呢就是把这个粉矿溶剂和燃料呢混合在一起，造块，然后直接烧，通过化学反应固结。烧结形成的块状这个形状不规则。然后球团呢是混合这个铁精矿粉和溶剂等原料，不加燃料，然后做成形状规则的球形，然后呢在焙烧机里焙烧，温度低于烧结的温度，同样呢也能氧化并固结。那烧结矿和球团矿的酸碱性不一样，那高炉冶炼呢要保持一定的酸碱平衡，所以呢两者都要有。那炼铁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比例。那最后呢一般是通过铁路运到这个炼铁厂。采矿的生产模式是流程性生产，不过呢是间断性的流程制造过程。那分为采矿、选矿、烧结、球团这几个部分。管理的主要的控制点就是全流程的间断点，也就是各个厂矿的衔接点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如何协调各个厂矿的产量和库存，保证上下游厂矿的物流连贯和顺畅。生产计划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制约因素。首先，由于矿产资源有限，为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，需要协调利用自有的矿山资源和外部资源。所以呢，在制定主生产计划的时候全年的生产计划不能超出矿山能力。同时呢，由于受自有矿石资源的紧张的影响，需要采购这个民产矿粉和进口矿粉。那民产矿粉还容易一点，不过呢，也要和其他的钢铁企业竞争。那进口矿粉要经过集团的统一采购，不是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的。而且呢，海外采购也受到国际关系和海运的影响，所以呢，资源也是很紧张。另外呢，矿石的运输一般要靠铁路，铁路的运力对矿石的生产的影响也很大，那需要及时获取运输信息，调整运输计划。还有呢，就是下游钢铁生产的需求影响，要统筹考虑长期协议、零售订单和销售预测，制定相应的生产经营计划。那在 SAP 里边呢 ，PP 和 APO 模块是对应生产和计划的模块。一般呢，生产计划和执行用 PP 就可以了，但是呢，要考虑更多限制条件，比如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，就要用 APO 了。那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也不是把所有的需求都在这个 SAP 里实现，那需要根据具体的流程设计人工和系统相结合的方案。也有呢，就是第一期先上个 PP 模块，等整个系统稳定以后在第二期上 APO。物资管理方面呢，由于不同的矿石含铁量、含水量都有差别，而且在生产过程当中需要根据含铁量等指标混合不同的矿石，所以呢，物资管理需要用到批次和 batch characteristics， 把这个含水量、含铁量维护在批次特征值里边。那有的时候正是由于这个不同的品质的矿石品种多，
矿石的质量波动频繁，影响这个球团矿、烧结矿的这个质量。所以呢，在入库和生产的过程当中要对矿石进行取样和检验。根据运输方式的不同，有不同的取样方式。比如车辆运输的时候要在不同的点位、不同的层面取样，因为有的时候车辆下层的矿石和上层的矿石质量还不一样。而生产过程当中比如皮带传送通常呢采用固定的点位，间隔一定时间采样的方式。采购的时候根据质量检验的结果即使没有达到指定的质量要求，也不进行退货，而是呢按照与该质量水平相对应的价格与供应商结算。那以上这些呢是 SAP MM-QM 模块实施的内容。从系统功能方面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呢在实施的时候要注意流程设计和业务的结合。另外呢，这个设备维护管理也是采矿行业特别关心的。由于这个矿业企业的设备损耗是生产的基础，关键设备的可用性对生产有显著的影响。停机时间过长将导致效益减少，所以呢 SAP PM 模块在采矿实施中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从维修计划、备件管理到维修成本控制，PM 模块需要的功能还是蛮全的。不过呢，好在SAP 的标准功能基本上可以满足。还有呢，需要注意的是我之前接触采矿行业的项目已经是10多年前了，那个时候还没有铁矿石期货和套期保值的概念。那随着国内行业的发展和国际的接轨，相信对大宗商品的套期保值会越来越成为国内企业规避风险的关键。SAP S4HANA 有 Community Management 的解决方案。那我之前呢，我在其他的视频里也介绍过这个套期保值的业务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。好，总结一下，采矿行业属于 resource 资源行业的一部分。那业务流程模块覆盖面广，不过呢不算特别特殊。SAP 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可以全面支持矿业企业所有业务流程的整合。矿产行业国内大多是大型的国有企业，产业链也不仅仅是采矿，还有像矿产的加工等。实施的时候要兼顾上下游的业务流程，以及未来整个集团公司的信息化规划和系统推广。另外呢，由于矿业公司和工厂很多在偏僻的地方，做矿业公司项目的顾问出差还是挺辛苦的。好，今天内容就是这些，好，谢谢大家。